看了不少的吉隆坡高楼林立的繁华，这一次我想换个角度，带大家走进马来西亚那些朴实、温柔的小城市。开车走了2500公里，穿越10个州，沿路看房，也重新认识了这片土地的美。欢迎收看我的环岛看房系列，一起看见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希望你喜欢。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莉，今天带你来看楼。这一次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马六甲，一个结合了现代还有传统文化还有商业的地方。马六甲呢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早发展的州属，在这里呢，它是充满了这个殖民历史文化还有华人文化，它也是很多本地和外国游客都喜欢来的地方。从红屋、机场街、娘惹文化到美食，马六甲一直都是旅游热点。而且呢，它距离吉隆坡不到2个小时的车程。近年来呢，开始吸引一些不想要住在大城市，但是又想要生活方便的人来这边探讨一下一个更舒服的生活环境。而今天来到马六甲呢，就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里一个属于有代表性的综合性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它是位于市中心国大拉萨玛纳，而且它就在海边，是有海景房单位的。而给大家分享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因为它是属于一个综合性的，就是它有住宅的，然后呢有另外一栋是可以出租做民宿的，同时呢他们的楼下是有一个大型商场。那接下来呢，它地点也是不错，就是步行可以到著名的机场街。那我觉得方方面面要自住或投资的话，这个项目呢它都是可以符合到大家的需求，所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啦。好，在我身旁的呢就是 Mike。嗨，艾莉你好。Yes， 我是土生土长的马六甲人，从小到大就是有见证过这里整个国大拉萨玛纳整个马六甲的发展。从小小的一个地方，比较空地的地方，到现在有非常多建筑物，然后心是感到很欣慰一下的。对对，可以感觉到你身为当地人的一个骄傲，这样子是蛮开心的。OK， 这样今天分享的这个项目也是你真心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投资型项目。我觉得是很值得推荐给大众。Yes。好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地点。OK， 关于地点的话，我们其实是在整个马六甲区里面比较旺盛的这一个 commercial 的地点。如果往右走的话，从这个 location 往右走的话，其实会去到我们马六甲比较著名的一个 mall， 叫做 Makota Parade。明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 Air Formosa， 有很多游客都前往这边，就是来参观以前的历史的。游客必到。Yes， 必到。或者甚至你可以从我们项目步行，我们有特别做一个有盖的行人道，差不多是15到20分钟的一个走路的步行的路程，可以去到我们马六甲，应该是不会有人不知道的机场街。OK，Yes， 对，没有来过都可能知道。对。好。然后这里的医院呢，刚才我忘了说了，就是所谓的Makota Hospital 也是有非常多的印尼语华侨，他们可能想要比较有先进的，然后又相对比较便宜的一个医疗的服务的话，他们也会前往我们的这个地方做治疗。另外一个是 Oriental Hospital， 都在我们的附近而已。然后我刚刚在开始的时候有分享到说，这个是属于一个有代表性的综合性项目，因为它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大型的，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大型的规模哈。好 ，OK， 它这里的独特之点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 project，那它不单单是只有所谓的买一个单位来做 Airbnb 而已。它有分成2个不同的 tower， 那么一个 tower 呢，如果你本身是想在这个富人区域，在这里生活方便的话，你可以选择我们的 residence tower。那么如果你本身是比较倾向于想做这个 Airbnb 投资的话，你可以 go for 我们的 tower A， 我们的 suite tower。OK。然后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底楼这边有一个 shopping mall。它的 size roughly 是跟我们的那个马六甲的 Makota Parade 的那个 size 接近，大概250千方尺这么大。然后比较值得一提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呢，是已经有找到 anchor tenant 了。所以我们已经有的就是 Village Grocer 一个 fresh market。Village Grocer 其实对于很多我们本地人来说是属于一个比较高档的一个超市，是。所以想要追求一些生活上的品质，相信马六甲当地人也会喜欢这个超市，有没有？对。那好像有一些说，我要做一个度假屋，平时有来住小住，没有住的时候就是希望人家可以帮我出租打理的，对，也就是这一种房子了。对。那么它的户型的话呢，我们就是有基本上它有分成3个户型 for Tower A， 对，有1房、1加1房的、2房的和3房的。OK， 然后另外一个 for 自己住的呢，它就有分成2个房的款式和3个房的款式。所以这边总共是5个款式，而且是在我们的示范单位这里，每一样的款式的房间我们都有 showroom 可以呈现给大家。那么
来到这个项目的话呢，我发现它的公寓设施也是做得非常的丰富。因为它是有一个是可以做 Airbnb 民宿，另外一个是自住嘛，所以它是有一个区分的，对不对？对，对，在单单它的 facilities 的部分呢，就去到3.58个 acre。那么一个 acre 差不多是一个足球场的 size。对，这边你可以想象一下，这边就有大概是三个半的足球场的 size。所以可想它的这一个整个的设施是非常的完善和丰富的。跟其他的 project 相比之下呢，可能它会比较多特别的 slide。它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像是水上乐园的感觉。按照我们以往的这一个经验跟记录，在这里附近想要在这里玩耍的人呢，他们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个 family 过来的。对。然后很多人都会带他们自己的小孩子来玩，然后小孩子最爱的就是泳池，然后小孩子就在这个 floor 里面玩这个 slide 呀，然后这边打卡都可以。对。然后晚上就一起去机场街走走。晚上再步行，一起去步行，浪漫的看这个夕阳 ，alright， 然后步行去到我们的这个机场街，然后买这个宵夜。再慢慢的这样走回来。那么基本上呢 ，Tower A 就是能拿来做 Airbnb 的那一个 Tower 呢，它是有分成3个房间款式。第一个的话是 Type A， 它是1加1房的，大概是635 square feet，alright。那个的话，它的一天的租金大概是从150到200都有。Depends on season， 因为有时候我们马来西亚人有很多不同的 holiday， 有 Diwali， 有 Hari Raya， 然后又有华人新年嘛，所以我们这边很多的假期了。所以一到假期的时候呢，这些出来玩的人就很多，当时候的这个价格就会放上去。对，那么可能比较 low season 的话，它可能就去到这个大概100-120左右的价钱。对，这个是1加1房的这个租金。对，那么2个房间的租金呢是796 square feet。alright， 2房的房间。那么这个租金的单位呢，一天大概是200到250左右。哇，你的蛮保守的哦，你给的我给的价钱是蛮保守的。对，但是我们这里呢，因为都有蛮多的人可能从 JB 啊，对，从 KL 啦，这些人从新加坡，就算是槟城都好，都来这里旅行来玩的。到后来，它整个月的这一个平均下来，2房的其实可以去到2300，甚至有些单位可能它的装修比较漂亮的、比较吸引人的，可能去到4000块也有。OK， 好。好了，在这边的话呢，它有5个收益率这样多，5个示范单位啊。那我就先挑一个3房的来看。那么这个户型的话呢，它是可以做 Airbnb 的那一栋，对可以做民宿的。OK， 好，那么这一个3房的话呢，它是972平方尺。对，它的价位呢大概是在多少？600千。600千马币。对。那如果2房或1房的话呢？大概是500千，然后400千，都大概相差100千左右。就是1房的话呢就是400千，对，2房500千，3房600千，是基本上是这样。OK， 好，那么我挑这个户型的话呢，因为刚才你有说到，就是3房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边套，而且它有浴缸。对，它只有3房是 exclusive 有自己的浴缸的。OK， 那我们就快速的看一下这个户型哦。对，这一个厨呢其实是有配送的。就是有附送的。对，然后包括这个所谓的 kitchen hood and hob 也是有配送的。那么假设说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外地人，我想要在这边装修，然后做 Airbnb 的话，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我们可以提供这一个一条龙服务。那么我们本身有自己的团队呢，他会帮你去做这个打理。那么它的这个服务有包括帮你去做check in check out，就是登记跟登出的这一个租客的这一个 service。那么另外呢 ，cleaning 他也有帮你做，广告他也帮你做。OK， 明白。基本上就是负责民宿那部分的运营者对，去负责。好的，这样在马六甲的话呢，好像这一种3房的户型做一个 Airbnb 它的行情价每晚是多少？roughly 一天这里的价格可以去到350。350。对，那个是比较 average 的天。那么如果是在比较 holiday 的 season 的话，我们可以去到整400一天。400多，其实也还蛮合理的，因为3个房间可以睡就是4、5个人嘛。对。OK， 那么算起来的话呢，这个租金回报率就是它的 occupancy roughly 我们会大概有15天的时间。15天。对，然后就以半个月来算。对，然后 roughly 我们的 ROI 是去到6%。而且你刚刚所说的这6%，它是已经扣除了这个运营者的运营者的开销，对，包括所谓的 cleaning fee servicing fee、WiFi 这些就是进我的袋的。对，你拿的是 net 的。对。OK， 好，明白。那么这个房子嘛，你说大概是600千左右马币，这样外国人可以购买的是吗？可以外国人可以购买的，而且有些人可能甚至会利用这个机会去申請馬六甲第2甲約 AM2H 的這個 application。所以它是符合的。符合的，對。OK， 大家如果是有谁是想要申請 AM2H， 然後又想要以一個比較低門檻的價格來購買一個房子，來符合第2家人需求的話呢，馬六甲的這一套3房海景房，海景公寓，對嗎？就大概馬幣60萬，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咯。
那么除了这个三房，比如说我的预算哈，我想要再低一点点，那个其实在这里的那个外国人能购买的价格设限是多少？最低是500千50万啊，就50万。对，而且我们也有50万的住户型。哦，住户型。对啊，就是说我不做 Airbnb 的，我就是要保留我自己的私人的空间，我不出租，可以看那个房子。对，可以。好啊，那我们继续看一下两房的大概500多千的房子长什么样子。而现在来到的这个户型呢，它是两房的，然后是属于可以自住的带阳台的一个户型。对，那么这一个自住型呢，跟我们刚刚拿来做投资的 Airbnb 类型的房间呢，它的差别在于这边会有自己的一个balcony可以用。对。那么这个阳台呢，它的方向是看去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景色，包括我们的泳池的一个部分。哦。对。好，那么如果是两房户型的话呢，它是800多平方尺。500多千的话呢，可以在这边买一个两房的。对，而且500千也符合你申请 AM2H 的这一个需求。外国人也是可以购买。外国人也可以购买，对。好啊，可以。那么如果说它的持有费用就是大概是多少啊？物业费啊那一些？maintenance fee 的话，我们是大概0.33 per square feet。所以算来差不多两房的单位是250、260这样子一个价格。250、260每个月。对，每个月。所以如果你持有一个单位在这边，因为我说，我是做 holiday home 度假屋，我可能一年就是来个2、3个月。那假设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保持有一套房子在这一边的话，我每一年的这个费用就大概是3000左右马币。差不多，对。差不多，可能还要加地税、门牌税吗？对，还要加地税、门牌税。我想问一下哦，因为你就专门负责这一个项目，大部分是本地人买吗？外国人？本地人还是占大部分的，因为这个外州人的quota才这个quota才刚刚开放，才开放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所以之前都是本地人购买。对，大部分都是本地人购买。对。而且呢，我就是了解到有超出50%了，已经。对，已经收出超过50%。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项目它本身地点就是好，然后它带有商业价值。最主要的是毛甲本身它可能比较独特一点，就是跟吉隆坡相比啦，它这里有一个海嘛，吉隆坡可能看的 view 是 KLCC 的 view， 那我们这里的 view 是看海景的 view。那么第二点，如果以吉隆坡相比的话呢？吉隆坡的 entry 的这一个入场这一个费用会相对比较高，然后我们这里的呢就相对比较低，所以大部分这些来购买的人呢，他会利用这个机会来选择像我们这样子，而且又有非常多设施啊，又有非常多的这一个机会啊，来投资这一个房产。对，好了，就比较轻松哦，你就可以拥有一套，对，轻松拥有一套房间。对 ，OK， 这样好了，可以。那今天的分享呢，应该是到这一边了哈，非常谢谢麦今天的时间。给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的细节。那接下来如果是想要更了解这个项目的话呢，欢迎大家联络我的电话号码，或者是过来这里看房卖，或者是他团队呢就可以给我们带看。OK， 那接下来呢就是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咯。我们下一集见啦！好，拜拜。记得 subscribe Ellie，Thank you。谢谢，拜拜。人文化也是很多有，OK 来1、2、3，也是有 OK 来1、2、3。而今天呢就来到这一边OK 来 OK 1、2、3 OK 这样的话呢还是在这里咯，不要因为这边有人哦，我们在这里咯。尤其我这几天都发现蛮多新加坡人的。对，新加坡人很喜欢的，因为这里东西很便宜，很便宜，对。